歡迎收看《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榮。兩岸大事國際焦點深度剖析，打開視野。透過 YouTube 收看朋友，請您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動動手開啟小鈴鐺。也歡迎您告訴我們在哪個城市打卡收看。歡迎大家多多的表達您的觀點、意見與看法。當然，別忘了幫我們熱推一下。好，來歡迎今天三位來賓。首先是前大使、資深外交官邱文基大使。何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淡江大學財經系教授葉建中老師。何榮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還有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張吉大哥。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我們知道上個禮拜呢，美伊兩國之間簽訂了這個諒解備忘錄啊。那麼14點的條文諒解的這個條文重點哈，我們上禮拜已經給大家看過了。但是這14條的諒解備忘錄的內文呢，是不是止不了戰火？因為中東的戰火呢，這2天又開打了，但還好是小打而已。那伊朗方面呢，直接踩到了美方最痛的紅線啊，是荷姆茲海峽通行的事情。川普呢，因此還放話說，如果敢收通行費的話，那整個協議就不算了。那川普呢，急着收拾伊朗的局勢，當然不只是為了他個人自己的面子，背後是不是更為了維持美元的霸權地位？好，剛才說小打事件，在畫面當中，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起因為何啊？起因就是呢，長榮海運旗下的貨輪長利輪，這個長利輪呢還掛着新加坡的旗幟啊。它在通過荷姆茲海峽的時候呢，遭到伊朗的無人機攻擊，還好受損並不嚴重。但是川普對此大為光火，他痛批伊朗愚蠢，公然違反停火協議，放狠話說你們很快就會知道了。結果真的很快啊，就看到了美軍中央司令部連夜展開空襲報復，鎖定的目標就是伊朗境內的飛彈，還有無人機儲存據點以及沿岸的雷達站。伊朗也不是吃素的，革命衛隊立刻強硬表示，已經成功挫敗美軍在西里克地區的空襲行動，並且警告任何新的挑釁都會遭到迅速跟果斷的回應。另一方面呢，針對川普說伊朗要買美國農產品的這一番發言呢，伊朗國會議長卡利巴夫公開嘲諷美國，他說美國只會出口黃豆、跳票承諾，還有垃圾話。看得出來，美伊雙方在脆弱的協議架構之下，彼此之間的互信幾乎是零。現在才剛說簽完這個 MOU 啊，雖然說我們說很脆弱，但是就看到了長榮的貨運在荷姆茲海峽遭到襲擊，結果呢，造成了美伊雙方又出手互打。那這樣的零星衝突，接下來，因為我們知道還要60天之內才會繼續的討論相關的細節啊。不過接下來這個零星衝突是不是很難避免會一再的發生？大使你怎麼看？那但是就算發生零星的衝突，也不至於會擴大成大規模的這種戰爭或對抗吧？對，這個零星衝突大概會斷斷續續一直發生啊，一直到川普大概選舉完吧。所以我覺得這個不可能避免的啊。那不過這一次很奇怪的是，伊朗先動手。應該是美國先動手啊，對，每次都美國先動手，要不然就以色列在後面燒火。這一次也不是以色列，也不是美國，伊朗先打，而且打我們長榮的這個船只啊，是不是旗並不是掛的是，好像是新加坡籍的哈，掛了新加坡的旗。所以這個是不是選擇性打的不曉得？他沒有走在規範的航道上，所以挨揍了。是對，在伊朗規定的航道離開了，對不對？對 ，OK。那問題就是說，可能很多航運公司還是不覺得為什麼要聽伊朗的。這本來是公海啊。那伊朗就變得，你如果試探的話，大概伊朗就是說，你如果試探的話，我就出手。對，不過基本上不是打得很致命啊，對，還是造成傷害。我這個出手就變成，其實伊朗這個還是蠻狠的，他畫出來的規則啊，還是要大家遵守。也就是說，短期內不管是貨輪也好，郵輪也好，都得按照伊朗所畫出來這個航線，不然的話，你很有可能再被打。那我看就是說，這就是表示說，他畫出來定的規矩，它是剛性的。我不管你誰，你只要這個不照規矩做，他就出手，那大使也不計後果。那美國當然你打我就打你，那可是今天早上伊朗又說他已經攻擊海灣地區美國的設施了，對，美國現在還沒吭氣了，所以看起來就是說還是等比報復，所以美國出手打得也不算狠啊，美國也就是攻擊一些軍事基地而已啊。是大使，那你怎麼看？因為剛剛講說14項這個協議啊，我們上禮拜有特別討論哈。
但我們常常說是脆弱的一個協議。您覺得脆弱在哪裡？那接下來還有哪些變數？我想大家都認為脆弱，不過我自己覺得是比我想象的要不脆弱。這些小打小鬧，事實上還是繼續，還是不會影響雙方的談判主軸進行。大方向是固定的。对，30號有第2輪的技術性談判，要開始，那是也在瑞士哈，所以我們現在觀察點就是看30號這個技術的談判會不會停止。那對罵的話，那都是越罵越難聽啊。對，雙方已經都口出這種都是，尤其川普都直接在他出手球罵，也沒把伊朗激怒啊，伊朗還是派人去了。那伊朗現在反唇相譏啊，所以我覺得就變成就是說，還是要看身體怎麼動，不要看他嘴巴怎麼動。那身體動的話，我覺得下一個指標就是說6月30號。那現在雙方都沒有說6月30號咱們不談了，所以大局看起來對兩邊來講還是談比不談好。那小打這個無傷大局的小打還是會發生。所以30號您覺得至少要先搞定哪些事情？我覺得現在看起来主軸應該就是說美國怎麼樣在這個對伊朗的這一些怎麼說呢制裁中過去的制裁中怎麼樣把它落實，怎麼樣把它這個一一的讓這個過去的制裁把它取消到對雙方都有利，因為這些制裁的話，現在對伊朗來講的話，那麼伊朗的石油從某種部分也會影響國際石油的供應，它的能不能供應的話，現在美國就已經他自己也要開始買伊朗的石油了，對，他自己也在買了，對，所以就變成就是說大家就找有利的方向走，因為川普可能會認為制裁對美國不利。所以今天就是說放開制裁對美國跟伊朗都有利，那這個方面我覺得還是會去走的。對，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我覺得還是伊朗的核武問題還是會談，可是進展會很少。那現在重點可能就在荷姆斯海峽怎麼樣一個在雙方都同意的管理原則之下開放。看起來美國也沒有說呼籲要把荷姆斯海峽就完全開放。如果說伊朗想要在這裡面設關設卡賺點小錢的話，那美國就說，那我也要參一份。所以大家是這樣分析起來，美伊之間就是不信任嘛。金哥怎麼看？我想這個國際社會中爾虞我詐，這個台面上能夠就是說還是小打小鬧，這個打談談，這是可能的。但是能不能完全回到從前，我覺得這是很難，很難了。所以這個會有一些結構性的改變。我接下來要請教您就是大家在這個美伊戰火之後看到的是一個新的中東秩序這個《華爾街日報》他們透過了衛星影像還有解密訪談，他們揭露了美軍位在巴林，也是中東唯一的海軍軍事基地早就被伊朗的飛彈跟無人機給徹底打穿了。而且直指核心的說呢，包括美軍的基地指揮總部至少12棟戰略建築，2座衛星通訊終端設施都被伊朗精準的消滅，化為廢墟。那也徹底暴露了美軍在中東軍事基地的防護弱點。所以報道指出呢，華府正在重新檢討整個中東未來的軍事部署，包括呢縮減部分駐軍、調整基地位置，還有呢把重要指揮中心地下化，甚至考慮把部分軍事功能呢向西移動，避開伊朗飛彈跟無人机的威脅。當然，這些訊息跟動作呢，海灣國家也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呢，一場去美化的區域聯防風暴正在中東成型比如說，像是阿聯呢，就直接找上了印度，緊急密談採購布拉莫斯超音速巡弋飛彈，還有包括像是阿卡什迪爾防空系統。當然，也持續跟南韓合作建立 K9 自走炮的生產線。而沙特沙烏地阿拉伯呢，則是在近年不断的採購中國大陸制的武器，進一步的也跟巴基斯坦簽署戰略共同防禦協定。也就是說，過去海灣國家呢完全寄希望於美國但現在呢選擇分散風險，把雞蛋放在不同的籃子不再全部壓注在美國身上。所以，晉哥，我們看到是在美軍這邊要展開他們的新的中東部署但是現在連自己呢，不管是公信力也好，或說這個安全保障也好都被海灣國家懷疑所以未來說像區域聯防或者是多元的軍事合作模式，您覺得會是新中東的一個態勢模式？
我想啊，先從講這個軍事基地的重新部署，或者整個我們稱它為盤整或者重新洗牌。我想軍事基地的設置啊，有3個條件。第一個要滿足它的這個地緣戰略或者用兵需求。對。第二個呢，它要有相關的這個基礎設施或者配套資源。第3個呢，它要有足夠這個預警或者說是防護措施這些的能夠滿足。所以這3種的，我們一般來講的話，因為這一次它受傷這個慘重，我們為了要保護我們的軍事設施，通常有下列很多種手段：加固、偽裝、這個隱蔽、備份、反制、疏散、干擾、這個替鎖，很多的這種軟性的條件或者硬性的條件有很多。但是有很多東西你是沒有辦法，譬如說你的很多的雷達的陣地或者這個電偵接收的陣地，你就是要往前推。你那個時候，所以也就是說，你必須要冒着某些的風險。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有些是可以改善，有些也很難改善。譬如說，它很難找到這個強固的山體或者地下化，因為在這個中東地區地理的條件或地質的條件沒有辦法做到。對。那至於呢，您剛剛所講的有關就是另外去建立所有相關的軍事關係啊，我想應該是這樣子，就是說，經過這一次啊，他們原來是把美軍拉來進來撐腰美國的盟國，結果盟友這個抓進來，就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所以打的都是他們。對，那他們自然也不會將所有雞蛋壓在以後都放在一個籃子，另外去建立這個其他的關係，這個是非常大家可以體諒。但是另外還有一個緣故就是大家必須要承認，美軍的軍備生產的體系現在是這個章法大亂。各種延遲交貨，不是光只有我們台灣在那邊罵翻天了，但是它就是交貨會遲緩。也就是說，美國的整個制造業還有軍備生產體系，現在也是亂了。很多人就是打死，尤其是在我們國內的執政高層，打死不肯承認這個事實。但是擺明的海灣國家知道了你的能耐就這樣，你將來我向你訂東西，很可能到時候也是延宕很幾年弄不了。那在這種狀況，我另外從其他地方找到相同的系統，我覺得這是人性的自然需求。分散風險哦，對的。原先以前都是以美國為主。認為美國的保護傘可以把大家保護得好好，但這一次呢，完全破了功。你已經不再是民主的或者自由的兵工廠，你是一個一直拖欠的貨物交不了貨的兵工廠啊。所以海灣國家的決定，或者說他們接下來的計劃，可想而知啊，也可以理解。那如果說這個安全架構正在重組呢，接下來恐怕，因為我們聽到的是川普不斷的口口聲聲的講說，美伊的這個衝突呢，透過這個諒解備忘錄啊，很快就能平息了。那這個美伊戰火結束，為什麼那麼想趕快的結束戰爭呢？就是因為後面跟美元的全球霸權地位有關嗎？好，美國財政部長 Bessent 他日前透露說，美伊談判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希望未來伊朗重新回到美元體系，以美元計價石油出口。所以大使剛剛不也說了嗎？現在連美國也買伊朗的石油。好，那聶老師啊，我們看到表面上看起來，美國是在協助伊朗重新融入國際金融體系。但是也反映出了一件事情，是華府希望透過石油美元把伊朗重新拉回美元結算的網路啊？為什麼呢？因為川普政府現在要面對一個接近突破39兆美元，還在不斷創新高的美債黑洞啊，還有單日首度破兆、來勢洶洶的石油人民幣的威脅，所以呢，必須要加緊重新鞏固石油美元的霸權。美國打算這個。算这個算盤也很精啊，就是要放寬伊朗美元的結算，再把伊朗被解凍的海外資產鎖在卡達、杜哈，逼他們只能夠回來採購美國的農產品跟藥品，然後強行的把資金呢轉進到美國。所以我要問的是，一旦美元霸權，因為現在我們討論是美元的霸權地位，遭到動搖的話，其實是川普擔心的哈。那如果一旦受到挑戰，對於美債的直接衝擊，怎麼評估？何榮講到美國算得很精，我覺得美國算得不精。美國秉持的是他過去的霸權，他認為他想要做什麼都做得到，他算得很大概，他會自以為是可以達到他要的效果，不精。那我先講一下，美國的確是非常有霸權，它有2霸，就像一隻老鷹，大家都知道它圖騰就是老鷹。這個老鷹有2個最厲害的東西，一個是翅膀，一個是爪。它到深海中可以到海裡面把伸長的把比它還重的這個食物就把它抓起來了，這是它的軍事
非常之厲害。可是大家知道，這一個大人啊，從軍事實力來講，大人跟小孩鬥，打到自己快脫褲子了，有沒有？這個要簽的是美國簽，伊朗其實也不會太認的。他所做的這是，我想爪子已經鈍了。為什麼？就是剛剛張靜講的非常清楚，消耗戰它不對稱到打不起，它已經兵工廠。1990年、40年代的世界兵工廠早就不是打得一片大亂，他現在怎麼做？他以前是全國兵工廠，現在根本沒有後勤能力，他所有制造業空洞化，那就是他 MAGA 最主要原因嘛。他怎麼去後勤？所以他一定會延遲交貨。所以這明白，台灣我也必須講，這真的不是打死不認，你知道嗎？他們對美國太有信心，根本不知道美國現在有這麼嚴重的問題，不是世界兵工廠。我先講。對，第二個，它的翅膀太厲害。長臂管轄大家聽過吧？長臂管轄用的就是美元 ，US Dollar 和 Germany 大家都聽過。從1973年2月23號，照理講破解啦。尼克森在1971年8月15號宣布不會再維持 Bretton System。Bretton System 就是一個美元後入黃金，但是因為它貶值到不行，它無法從35跳到38去 peg 1盎司黃金的時候，他認輸，他不要。結果去弄了石油嘛，這個是過去式了，1974年的事情。但是扣住石油，就石油美元還是霸權，長臂管轄，全球必須用美元結算。現在問題來了，他在中東兩手策略，其他的海灣國家全部必須用石油清算，美元石油。伊朗我制裁你，我不讓你用美元，全世界都沒有，我不讓你用，你就走不出去了，你死定了。对，他做了另外一套啊，有中國在後面。當中国崛起之後。中國85%以上的石油都通過，現在都通過 chips， 什麼東西呢？人民幣的这些跨境的支付系統，大家去了解一下。這個系統成功讓伊朗真正能夠輸出給中國，而且它的成本就遠低於其他繞過美國的方式。那美國就用 SWIFT 嘛，如果還是用 SWIFT， 講不好聽，他要伊朗倒，伊朗掉；要伊朗停就停。所以伊朗走過這一段以後，避開之後，他第一個做到了。它的石油貿易結算呢順當了，當然也扶持了人民幣啊，它的這個起來。第二個很重要就是它避開了美元的監管。那你覺得美國贏了嗎？美國當時想一想不對，一直制裁它有很多金融制裁，還有那個 IPI 管道的制裁。你知道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IPI 管道，大家都知道，查一下就知道哈。最重要的就是說經濟制裁裡面就是這一塊。好，那這個制裁以後，那美元發覺不對啊，伊朗現在好像也不弱啊，而且有中國在後面，這樣不得了。他現在你剛講的很聰明，對不對？做了一個重大的制裁的豁免，這是40年來第一次。根本不驚，他怕了嘛，等於立場軟化。對，他伊朗的出口的石油，這個還有它的石化產品，包括全部你現在來用美元，對，來用美元。你知道美國現在霸權真的很難以維持，將來啦，因為它的 composi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美國的所謂的貨幣國際的貨幣儲備，美元是從8級一直降到現在，今年只有56點多，其他貨幣往上升，也就是大家對美元的信任越來越低，叫 credibility 信用嘛。信用有一樣東西顯現最明顯，就是何龍你講的，美債去年在討論是36兆，歐債危機之前，金融海嘯到歐債是10兆，一下漲了3倍多，今年40兆了啦，年底看有沒有40兆，其實現在談的是39嘛，對，這就是 credibility， 你就知道去年10月，中國就故意在香港試了一個同樣用10年期的美元計價的債券，結果認購率是美國的將近10倍。請問一下，大家對你中國有信用，還是對你美國有信用？你今天再制裁人家，再不准人家用，人家不經過你的貨幣就可以透過其他管道經過別的貨幣起來了。你這個叫做dollarization， 就去美元化就會被達成，美國會被怕，他非常會怕，因此他做了這個。你認為他精算嗎？我認為他不是精算，他是必須做的路。雖然說這個去美元化不容易啊，但是剛才綜合聶老師還有幾位老師的分析啊，其實可以看得出來，是美國最近的一連串動作呢，無非就是希望要牢牢的穩住美元霸權的地位。那除了在金融上要維持霸權地位呢，軍事上呢仍然認為自己是霸權，這個心態不改啊。我們等一下就來談談環太平洋軍事演習。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